我穿越到了正在播出的漫剧中，如果在观众中的人气排不进前10，便会被直接安排剧情杀。为了活命，我直接找系统带了100万人气值，借贷成功，把现有属性全部拉满。2年了，如今剧情终于要开始了。这一季番剧结束后，我想要活下去，就必须获得足够的观众人气。我给自己这个角色的定位是天生强者，为此我用光了向系统贷款的100万人气值，换来了一身 S 级的初始面板。这一季的人气第一，我势在必得。天道，组织安排的最终考核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快下来！舞台已经搭建好，现在该轮到演员们陆续登场了。哟，卡罗琳，早上好。喂，天道，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啊？都这个时候了，你居然还有心情在这看日出，你难道就不怕考核失败吗？天道，我现在不是在和你开玩笑，你今天必须认真起来，明白吗？因为如果我们考核失败的话……放轻松，卡罗琳，有我在，我们不会失败的。为什么？如果非要说为什么的话，那当然是因为我是最强的。怎么了，天道？发生什么了吗？出大事了，卡罗琳！这下真出大事了！不是，天道，你别光在这说出大事，具体说到是什么事啊？卡罗琳，今天食堂有我最喜欢吃的草莓蛋糕，可我刚刚忙着看日出，忘记去食堂让伦娜阿姨帮我留一点了。卡罗琳，你说我现在去食堂还来得及吗？心和契合度第1人，中期考核全科满分。天道，为什么你明明这么不着调，可最强2个字从你嘴里说出来，竟会让人觉得是如此的所当作然？虽然不想承认，但和你比起来，我们确实不像一个世界的。天道，你是数仓鼠的吗？吃那么多，居然连我那一份草莓蛋糕都被你给吃了。什么仓鼠？我这叫战略储备。再说了，卡罗琳，今天可是最终考核的日子，那些家伙平日里的脾气就差得可以，眼下这种时候更是如同火药桶一般，一点就炸。万一待会儿打起来……天道哥，卡罗琳姐，怎么样？吃早餐了吗？吃过了。吃的什么？就普通的营养餐。什么？你居然在最终考核这么关键的日子就吃那样的猪食？难怪你一直激活不了自己的星河，空同学。早餐吃什么？这也和星河有关系吗？当然有。作为鱼燕第1天才的我，大脑每天可是要消耗相当于3个成年人的糖分。我为什么这么强？这当然是因为我每天都吃双份的甜食啊！你要是也和我一样每天都吃双份的甜食，那你说不定立刻就能觉醒星河喽。真的吗？蠢货，他骗你的。姐姐，天道又想用你那套漏洞百出的甜食理论骗人？怎么能说是骗人呢？科学证明，糖分不仅能促进大脑思考，还能……闭嘴！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是个重度甜食爱好者？星同学，你这么说我会伤心的。星同学，你突然这么大的反应，会不会是因为你并非是看不起空同学，而是嫉妒他能得到我的特别指导？早这么说嘛！你要是早这么说的话……啊！我嫉妒这个废物！2年了，他连最基本的星能感应都做不到，就这种垃圾也配？喂喂，别的话我可以当做没听到，但你这么说自己的弟弟，这不太好吧？我说错了吗？群星计划36个学员里，就他一个连星河都……那是因为他的星河比较特别。我的星河很特别？对啊，很特别，特别到除了我之外，没有人猜到你的星河到底是什么。怎么样？想知道我都发现了什么吗？你的星河其实不是没有激活，而是它太强了，强到连你自己都控制不了它。那为什么我……嘘，孔同学，答案要自己发现才有意思，不是吗？看来考核要开始了呢，加油，孔同学，我可是非常看好你的。白痴，这种鬼话你都信？天道他明显就是在耍你。你的星河要是真这么特殊，为什么连组织上的人也都没发现？星同学，要不我们打个赌吧？就赌空同学能不能在最终考核时觉醒出自己的星河。赌什么？就赌甜点如何？我赢了，那你未来3个月的甜点就是我的了。我要是输了，那……可以，但你不能插手帮他。没问题，我早就通过人气系统看过原著剧本，陈空会在考核中逼入到绝境，并最终觉醒那个堪称 bug 的星能无效化的能力。这赌注我赢定了。除此之外，我还要你修改一下赌注内容。修改什么？我赢了，
我不要你的甜品，我要你认真的、全力以赴的和我打一场。新同学，有些事情一次两次我可以不当回事，可3次4次，那这就完全不一样了。毕竟一头狮子可不会忍受一头猎狗3番5次的挑衅，所以还是等新同学你彻底掌握了自己的星河，并明白它真正的作用后，你再来和我讨论这个问题吧。因为现在的你可还远没有到能让我认真出手的资格，毕竟你连我的威压都扛不住，是吗？又在欺负同学呢，小天道。冤枉啊，云姐，我明明只是在和新同学进行一番友好的、富有成效的交流罢了，这哪里是欺负？考核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却想私自对自己的同学出手，陈星，你忘记组织的规矩了？小天道，你怎么就老是和新同学过不去呢？明明你们两个都是组织最看好的天才，就不能好好相处吗？云姐，这不能怪我，是陈星他故意挑衅我，我这是正当防卫。你呀，算了，等考核结束再收拾你。现在你也给我回到队伍里去吧，毕竟考核马上要开始了。今天组织里可是来了很多的大人物，你可千万别掉链子了。放心吧，云姐，我可是最强的。喂，天道，你刚才对空说的那些话是真的吗？你猜？星河手术的失败率虽然很高，但每个能活着从星河手术台上走下来并坚持到现在的人，其一定已经适应了被植入自己体内的星河。陈空虽然这2年来没有展现出任何有关于星河能力，可他同样也没有出现任何对星河的排异现象，正常的像个没接受过星河手术的普通人。可若是换个角度想，太过正常的陈空反而显得有些太过不正常了。冷暴力也算暴力，卡罗琳这2年可没跟他说过一句话。至于我，某种意义上我比他们所有人都傲慢，因为在我眼里他们不过是一群蚂蚁，没什么区别。也因此陈空反倒能从我身上感受到所谓的尊重。我当然没有骗人，作为穿越者，我比谁都清楚陈空这个主角有多特殊。他的星河手术很成功，适配性是和我陈星一样的100%，只是隐性的，原因在于他那身为类人星兽的母亲。所以陈空和陈星是天生的伴星，陈空的血脉偏向人，陈星则偏向兽。像人其实就是陈空的先天能力，一种能让所有星能无效化的犯规能力，但也因此压制了他体内的星河。只要他能意识到这点，就能激活星河的力量。他们姐弟相当于有2颗星河，明着开挂。若非我早早开了自己的挂，根本压不住先天满级的陈星。不过陈空这家伙，在经历最终考核的剧情前，还掌握不了自身能力的钥匙。这个世界原本的剧情是围绕姐弟矛盾展开的，但既然我来了，就不会让那对姐弟抢走所有风头。人气第1的位置，我天道司命要定了。在我们等待考核内容时，地下100米处的贵宾室内，一群非富即贵的家伙正聚集于此。他们来这儿的目的只有一个，评估群星计划的价值。诸位请看，这就是我们群星计划目前最杰出的作品。群星之子序列001，天道司命，综合潜力评定 S 级，星河手术半年后就具备了独自战胜一个特种战术小队的惊人实力。这不可能，没有星源就能达到这种程度。博士，你确定这段视频没有虚假成分？我以我的性命担保，这2段影像没有经过任何后期处理。更惊人的是，这场战斗是发生在天道经历星河手术后的183天，换言之，那个时候的他甚至还不满11岁。天目兽星河，传说中能窥见未来的稀有品种，而天道司命与之适配度是……各位知道吗？其实在进行星河手术前，我们还给这孩子做了一次星能体检。这不可能！自然觉醒的 S 级，一个 S 级先天星能的天才，又获得了一个完美的星河，潜力无可限量。完美的先天条件，完美的星河适配，再加上无与伦比的战斗天赋。注意这里，天目兽的能力之一未来式。虽然目前的天道并不能完全发挥出这双眼睛的潜力，仅能遇刺对手约莫半秒内的动作，但这已经足够让他在没有获得星源的情况下，就越阶挑战一些老牌的战斗型1级星矢了。博士，开个价吧。这颗永夜之星够不够？很遗憾，各位，天道司命是非卖品，
因为只有他可以承载着我们这些老家伙的梦想，向那些曾经背叛我们、抛弃我们、轻视我们的人证明，所谓的余焰，从不只是燃烧殆尽后就可以被人扫地出门的灰，它同样可以孕育出新时代的火种，并在这个崭新的时代再次迸发足以盖住所有星辰的耀眼的光。我等发自内心的相信，只要在他的带领下，那余印很快就会终结所谓的星元纪，并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各位准备好迎接新的时代了吗？一个名为天道的时代。新时代？博士，你刚刚似乎忘了解释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便是你口中所谓的完美造物，它真的可控吗？毕竟我不认为一个强大的星矢会心甘情愿成为别人实现梦想的工具，不是吗？这位贵客，你好像弄错了一件事。哦，我打从一开始就说了，天道是我们钦定的领袖，控制，我们从未想过控制天道，他只要做自己就好了，哪怕这样的决定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毁灭。但就算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我们也相信他会把新生的余印带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并以一个全新的方式实现我们这群老东西的梦想。明白了，看来你们这群家伙已经想好了一切，也愿意为此承担可能出现的最坏后果。既然如此，那我没有问题了。群星之子序列002，晨星，自然系，血焰兽，星河适配度99%。群星之子序列003，净琉璃，特质系，镜花之蝶，星河适配度92%。群星之子序列004，卡洛琳，致谢系，天机猫鼬，星河适配度90%。群星之子序列005。群星之子序列036，晨空，特质系黑星，星河适配素未知。介绍晨空时，不仅没有实战画面，资料也异常简短。怎么这最后一个群星之子的资料这么少，且星河适配性更是标注着未知？那是因为我们无法确定他是否真的完成了星心手术。好了，各位，有关于最终考核的场地我们已经安排好了，请各位跟我来。最终考核即将开始，请所有学员前往中央考场。紧张了？记住，当你觉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不妨问问自己为什么能活到现在。说完，我回头对卡洛琳喊道：“走了，卡洛琳。”我一马当先，带着卡洛琳第一个走入那幽邃的地下通道。陈星紧随其后，陈空看着我远去的背影，脑海中浮现出我刚刚的话：为什么我能活到现在吗？我等待着最终考核的开始，周围学员还在窃窃私语，丝毫没有最终考核的紧张感。小家伙们，准备好迎接真正的地狱了吗？随着他话音落下，巨大的透明屏障升起，擂台中央裂开，一头近20米高的庞然大物走了出来。开什么玩笑？这玩意儿的性能波动可是接近3000啊！2级星兽大地龙蝎，没错，这就是你们今天最终考核的内容。而你们考核的内容也不复杂，那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在这个家伙手中尽可能的坚持3分钟。你们可以组成一个最多只有3人的队伍，一同来挑战这个大家伙。好了，有关最终考核的内容我已经说完了，现在去寻找适合自己的队友吧。说完，云梦走到大地龙蜥旁边，拍了拍他的头。那家伙在他面前温顺的像条小狗，可我知道，对我们来说，他就是真正的残忍。很快，学员们纷纷朝我围了过来，毕竟我是学员中的第一。陈空也想过来，但他显得有些拘谨。天道哥，没办法了，小空，这次的考核有点麻烦，带着你我也不敢说一定能搞定这家伙。况且，比起我，那里明显有个更适合你的伙伴，不是吗？陈空低下头，不敢去找他姐姐，反倒是陈星主动走了过来，嘴上依旧不饶人。一会儿别拖我后腿。好的，姐。喂，卡洛琳，你说陈星这家伙是不是有什么隐藏属性啊？不然为什么他明明心里很关心小空，但每次见面却又好像仇人一样，仿佛恨不得小空当场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卡罗琳正用尾巴卷着战术平板分析大地龙蜥，完全无视了我。好吧，队伍还差一个人，我无视了周围想抱大腿的家伙，径直走向那个抱着枕头在地上睡觉的少女静罗离。喂，琉璃同学，考核要开始喽，快起来。看来普通方法是叫不醒他了。琉璃同学，食堂开饭喽！开饭！没办法，
只能用杀手锏了。琉璃同学，快起来考试了，因为如果你再不起来，那我就去告诉陈星，是你把他藏起来的零食偷吃了。天道，我睡醒了，快告诉我考试内容是什么吧，我要认真考试了。搞定，我的最后一个队友归位了。天道，别算了，卡洛琳，那家伙光是星能值就是我们的30倍以上，你就算算到明天，我们的胜算也依旧为0。可是，没有可是。你以为那群老家伙把这东西放出来的目的是什么？还不是要给我们一个下马威吗？放轻松，我们的目的不是赢过他，而是想办法让那群老家伙大跌眼镜就好了。天道，我也要补充一下糖分。去，就你这大脑10天半个月都转不了一次的家伙，你需要吃糖来补充大脑的糖分吗？一边玩去。谁说的？我也擅长思考的好吗？天道，你不要小看我。哼，10乘以25等于多少？10 25，那个……是250了，笨蛋。我知道是250，只是你抢答了。天道，我才不是笨蛋！你看，这是我上次花了100块做的智商检测，足足有……不是，能会花100块做这种测试，那你可真是笨蛋了。你骗人！那个琉璃，其实我也做过类似检测。真的吗？笨蛋，别幻想了。就卡罗琳这种人精，她说这话要么是为了安慰你，要么就是虽然做了测试，但最后肯定没有付钱。天道，别说了。行，我不说了。你放开我！他诽谤我，他在诽谤我呀！我天道是那种喜欢骗人的人吗？冷静，天道，冷静一点。你跟一个孩子生什么气？姐，你觉得天道哥他们能通过最终考核吗？第1名的天道，第3名的琉璃，外加第4名的卡罗琳，光看纸面实力，他们就已经是目前12个队伍中最强的了。如果连他们都无法通过最终考核，那实在我想不出还有谁能通过了。好了，比起他们，你还是好好关心一下自己吧。毕竟你一会儿要是敢拖我后腿，那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明白了。与此同时，上方贵宾厅的单向玻璃后，几个大人物也在观察我们。不管怎么看，天道这孩子的队伍都是最强的了吧？可即便如此，我依旧看不到他们有哪怕半点胜算。毕竟2级的大地龙息可是有名的凶手，战力在同级中都是顶尖的，连天道他们都难以在这家面前坚持3分钟，更别说其他那些远不如天道的队伍了。博士，你确定这个最终考核安排没有问题？不，我反而觉得这个2级大地龙息刚刚好。各位就好好看着吧，天道那孩子绝对会给你们带来不小的惊喜。哦，有点意思。最终考核开始了，我们站上擂台，净琉璃已经腿软了。天道，我有点腿软，你扶我一下。怂货，这玩意儿又不是真的凶手，他不会下死手的。那可不一定哦。小天道，今天的考核和之前不同，如果你还是用以前那种玩闹的心态来对待这次考核，那你或许会没事，但小卡洛琳和小琉璃可就不好说了。毕竟博士可是亲自和我说了，那些大人物们现在可都在期待着你的表现，让我的大地龙息一定不要放水。博士的性格如何，我想不用我多说吧。知道，那老家伙的性格就和茅坑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哼，只要是他决定的事情，那不管别人怎么说，他都一定会贯彻下去。但是云姐，我记得寻常的大地龙息，其背离处的石鳞应该是多为黄灰色吧？可你看看你这头，后背的金属光泽，我隔着上百米都看到了，这哪里还是一般的大地龙息啊？我看它都快突破了吧？哎，这谁又知道呢？你培养的新手，你和我说不知道，你骗小孩呢？天道，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事，先走了。你想去哪儿？天道，你就让我先下去好不好？想的还挺美，来都来了，走你！不要！都准备好了吗？我按住疯狂摇头的琉璃，点了点头。行，那最终考核开始。
散开！净琉璃这手精准的星能控制，让贵宾室里的人都有些惊讶。不错啊，之前我还奇怪琉璃这孩子明明有着如此显著的性格缺陷，为何还能在这怪物横行的群星之子中位列第3位？现在我明白了，这孩子在星能控制上的天赋应该是最顶尖的 S 级吧。这叫净琉璃的小姑娘固然不错，但她后面的那个天机猫同样不俗。星能数据链，这孩子如此年轻，竟就有了这般惊人的算力，又是一个小怪物啊！星能数据链便是志气系以自身为信号基站，利用星能链接其他队友，把战场数据实时共享给他们。想要办到这一点，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因为这需要他们具备一定的算力，不然的话，光是战场复杂的信息洪流就足以冲垮志气系的大脑。他们的表现果然不俗，但还不够。星眼天目未来式，这是我的一个基础能力，能观测目标的能量流动，提前预知对手的动作。本质上，这是一种结果推演。要完全预测这头2级星兽的未来并不现实，但我只需要一个宝贵的出手机会就够了。无数信息涌入我的脑海，开始推演。看到了。顺步，大地龙息眼中闪过一丝异色，显然没想到我能躲开。虽然我能提前预判他半秒的动作，但两边数值上的绝对差距，还是让我无法做出有效的还击。开什么玩笑？这种怪物，我们真能坚持3分钟吗？姐，闭嘴，认真看。与此同时，楼上贵宾室内，能在2级的大地龙息手中坚持到这般地步，天道这孩子无愧为最强之名。只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天道这孩子应该是在给那个天机猫尽可能的争取时间吧，不然的话，他明明有好几次机会可以和大地龙息拉开距离，让另外2个队友帮他分担压力，尽可能的延长战斗时间，但他却并没有选择这么做，而是故意进行挑衅。想来是觉得除了自己外，他的另外2个队友应该很难扛住这头大蜥蜴的进攻吧。毕竟就算是一头放水的2级星兽，其随意的一击也不是他们这些半大的孩子能想象的，不是吗？致谢系对比其他系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信息的收集和整理。那天机猫从开场到现在就一直站在原地没有移动，想来就是在收集并分析天道传给他的宝贵数据。只是有一点我没想明白。哦，是什么？致谢系任何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归根垫底都是为在万千的不可能中计算出一个渺小的可能。不然的话，光凭借着冰冷的数据，可永远无法转化成诱人的战果。既然如此，那他们收集这些数据的目的是什么？苦苦追求的可能又是什么？尽可能的延长战斗时间？我看未必吧。金丝雀女士似乎也发现了什么，陷入到沉思中。注意到他们对话的博士，银色面具下的嘴角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拖延时间？不，天道绝对不会这么选择，那等于在心中提前认输，这是天道无法接受的。排除所有不可能，剩下的就是唯一的答案。天道的目的根本不是拖延时间，他在等一个绝佳的反击的机会。来吧，天道，让我看看你的极限到底在哪儿。博士想的没错，用我的方式来获得这场最终考核的胜利，这才是我一开始就决定的事。至于规则，那从来只是为弱者准备的枷锁。我天道司命，是遵循自己内心的法则。天道！听到背后卡洛琳的声音，我笑了。他已经做到了我要求的事情，现在轮到我表演了。我第一次彻底拉开了和大地龙息的距离。琉璃，知道了。梦境污染。突如其来的失明让大地龙息的动作出现短暂的停止。我闭上眼睛，接收着从卡洛伊那里传来的数据。左前膝旧伤，星能流动存在 0.03 秒的间隙。星能术士苍，不可思议，当真是不可思议！3个连1级都不到的半星，
竟然真的伤到了2级星兽，天赋、勇气、谋略以及临危不惧的气魄，这个家伙当真是天生的领袖。若不是他主动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危险，那即便这个计划再完善，他们也根本无法保证一切按照计划进行。天道司命，你就这么笃定自己不会犯错？你就真的这么不怕犯错？他无法理解我这么做的理由，只要按部就班拖延时间就能通过考核。可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一条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路。我要的从不是拖延，而是反击，是打破所有人的固有印象，告诉他们奇迹的存在。而现在，奇迹真的摆在了所有人面前。大地龙息愤怒起身，他心中的凶残被激发了出来。可当他看清我们的位置后，立马出现了一抹人性化的错愕。哟，大家伙儿还搁那生闷气呢？考核都结束了。急了，这家伙急了，亏他还是2级星兽，怎么就这么容易急眼呢？天道，你这样会害死后面考核的人的。关我什么事？反正我的考核结束了。听到我的话，周围的其他繁星之子脸色发青，傻子会在这个时候出去。可就在此时，陈星却是出人意料的突然走向擂台。姐，先别去，他还在气头上。松开。姐，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吧。现在，空，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看不起你吗？躲吧，空，你就想办法躲一辈子吧。你的懦弱与胆怯，迟早有一天会让你失去真实的一切。但你可以躲，我却不行。因为若是连我都躲开了，那弱小的你还能躲到哪里去呢？因此，哪怕明知道下一步就是深渊，但我也必须义无反顾地走进去。毕竟谁让我的身前空无一人？所以滚开吧，胆小鬼，别挡道。说罢，他不再理会失魂落魄的陈空，径直走向擂台。喂，陈星，什么叫你身前空无一人？你这话是不是有点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记住，你只是第2，而我才是群星的顶点。哼。不过这糖还挺甜的。呼，好险，差点让这家伙装到了。我的身前空无一人，哈基星，你这家伙到底是怎么想到这么帅又这么装的话的？这我要是不做点什么，风头就被你抢完了。不过你刚刚的话确实很帅就是了。天道，你觉得陈星他能通过考核吗？由于我先前的挑衅，这头龙蝎已不再可能放水。此刻的擂台对陈星而言是真正的地狱，这谁知道呢？不过只要陈星的队友能发挥作用，那他们的成绩或许超出所有人想象，说不定。其实我知道卡洛琳心里在想什么，毕竟在所有人眼中，陈空只是个毫无作用的普通人，但我却无比清楚，这个被我截胡了高光时刻的原主角体内究竟潜藏着怎样惊人的巨大变数。只不过眼下既然有我这个珠玉在前，那么他们就算再做出这样的壮举，也不过是对我毫无意义的拙劣模仿罢了。紧接着，陈空和叶神灵终于缓缓登场。他们虽有惧意，但陈星的坚持让他们不得不直面这头狂暴的巨兽。姐，看见陈空握着的新手手枪，场外传来一片鄙夷。要知道，随着星元时代的来临，除了部分特殊枪械外，剩下的大部传统枪械只能对付些弱小的星矢和星兽。但在我看来，这正是他认清现实的完美表现。还行，至少你也知道自己是废物，没有为了所谓的面子而空手来送死。陈空不好意思地摸头，叶神凛倒是毫无偏见。怎么说？你们准备好了吗？行，那就祝你们好运了。最终考验第2场开始。很显然，我先前那一击已经彻底点燃了他的怒火。完蛋了，这绝对会死人的吧？虽然他侥幸扛住了这一击，但嘴角已经渗出血线，右手的虎口更是崩裂出伤口。好重，这就是认真起来的2级星兽吗？这样的怪物，当真是我们能战胜的吗？难道天道能伤到他，真的只是因为对方轻敌吗？引父叛击！
不是陈星，暴怒状态下的他，我根本限制不住。陈空在恐惧，在这巨大的压迫感中几近濒临崩溃。就在陈空准备放弃，一道声音出现在他的脑海中。记住，当你觉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不妨问问自己，为什么能活到现在？恍惚间，陈空下意识地转头望向场外。这是我给他的最后暗示，相信你那最平凡，也同样是最不平凡的本能。是啊，我为什么能活到现在？那自然是因为我是所有人中最弱的呀。正因为我是最弱的，所以没人会在意我。正因为我是最弱的，所以也不会有人专门针对我。强者有属于强者的生存法则，而弱者自然也有属于弱者的法则。既然我注定当不了强者，那我何不试试用属于弱者的方式来寻找属于我的生存之道呢？那一刻，属于他的空之文觉醒了，那是一股能消解一切心能的奇特力量。尽管他体内还有另一股力量蛰伏，但他似乎并不认可陈空的存在。但对他而言，现在已经足够了。他找到了通过考核的方法，他要向在场所有人证明，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弱者，同样也有生存下去的权利。哦，终于消失了吗？什么消失？那当然是某个最弱者的消失啊。毕竟弱者要想在这个残酷的世界活下去，那他们就必须利用好强者的劣势，不是吗？天道，这考核还没结束呢，你要去哪儿？还能去哪儿？当然是去食堂补充糖分啊。可你这样会不会有点太不守规矩了？规矩那是弱者才要遵守的东西，我天道司命就是规矩。擂台上，陈星和脸被大地龙息的星能力场压倒在地。明明天道都能伤到他，明明我并不会比天道差多少，一次，哪怕只有一次。就在龙息傲慢俯视地上的蝼蚁时，被所有人忽视的影子动了。陈空悄悄捡起了妖刀血焰，他的手在剧烈震颤，妖刀的气息在抗拒并嘲弄他之前的懦弱，但他却握得极稳。一次，我只有一次机会。最弱者的绝地还击吗？有点意思。陈空想要在强者的眼皮子底下生存下去，这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呢。尤其是在对方已经完全看穿你的情况下。龙息不敢置信地低下头，错愕地看着自己膝盖上那道鲜血淋漓的狰狞伤口，而大地龙息的星能力场也因为这突如其来的一击出现了些微的缝隙。陈星抓住这个机会，捡起散落在地上的妖刀血焰，借助大地龙息的注意力都放在陈空身上的空隙，猛然靠近。龙息右爪抬起的瞬间，应付暗子，氢能绳索缠绕在了大地龙息刚刚抬起的右爪上，让龙息爪子停顿了片刻。大地龙息彻底失控，反手将陈星砸进屏障。看到了吗？只要是天道能办到的事情，我陈星一样能办到。只是与陈星的喜悦不同，
大地龙息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够了！在2级星矢面前，狂暴的野兽瞬间清醒，他满眼惊恐，只能趴在地上颤抖着扶手。通知医疗组，立刻准备好2个 S 级营养舱。是。医护人员匆匆入场，来到陈星和陈空身边，并以最快的速度对他们进行紧急包扎救治。叶神林只是过度脱力而暂时性昏迷。看到了吗，天道？我并不比你差。我回到寝室，眼前的虚空浮现出一行行只有我能看到的文字。提示：群星前传余烬已经在现实世界放送，现已为你开启异次元播放功能，并开启可视弹幕和实时人气排名。终于到检验成果的时候了吗？晚上8点，现实世界的网站上漫剧正式上线。作为这部漫剧中的角色，我正紧盯着后台不断跳动的数据。在这个颜值至上的时代，我深知第一印象的重要性。画面开篇，主角陈空正蜷缩在宿舍数着星币，而当他来到食堂，买的营养餐被霸凌者抢走，却也只是道歉。不出所料，弹幕瞬间炸裂，观众的愤怒在我预料之中。大家可以接受弱小，但无法接受内心也承认平庸。虽然也有少数辩解，但争议越发激烈。随着剧情推进，世界观展开，这是一个以星源为核心运转的世界。星源是一切非凡力量的源头。95年前，一场特殊的流星雨，无数的星源碎片从天而降。因为星源碎片获得能力的人被称为星矢，动植物则被称为星兽和星殖。观众的热情稍有回升，但对陈空的嫌弃并未消减。有点意思，原来是一个类似超能力的世界啊！我是来放松的，不是来受虐的，我要的是爽。长相一般，性格懦弱，这样的主角哪有看点啊？轮到我登场了，我卡准时机，带着卡罗琳出现在入口。天道哥，卡罗琳姐，哟，空同学。我操，这颜值是真实存在的吗？猫奴小姐姐，我可以！我的人气值疯狂增长，这2年的精心设计没白费，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微表情，都是为了这一刻。天道大人，我是你的狗！我差点被水呛到。第1集接近尾声，我准备好的另一块人气磁星也登场了。呲溜，我舔！妈妈，楼上的瓦什蒂收味儿！看着陈星出场引起的刷屏弹幕，果然，陈星才是我制霸人气王道路上最大的对手。第2集无缝衔接，由于我和陈星的矛盾爆发，彻底淹没了陈星，剧情节奏陡然加快。特效经费在燃烧啊！我操，这压迫感，隔着屏幕都腿软。天道是这些人中最强的吧？正当我以为人气稳了时，屏幕上突然跳出一段连我都没预料到的回忆。记忆画面中，一个银发男孩独自坐在3头狼兽尸体上，染血的水果刀插在身旁，左手耷拉着，只用一只右手笨拙地拨开一颗脏兮兮的糖果。就在银发男孩拨糖拨到一半时，一个人影突然靠近。这些都是你一个人做的？而在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云梦沉默了许久。片刻后，他对小时候的我发出了邀请。如何？要不要来我们的组织？都行。我的回答很是随意，仿佛对于此时的我来说，去哪儿都一样。好。也只有在吃下糖的这一刻，我才像一个孩童。你很喜欢吃糖？为什么？因为妈妈说过，只要多吃糖，那生活就不苦了。原来是这样吗？很明显，我虽然战胜那儿的3头连星河都没有的低级异兽，可我同样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只是由于我从始至终都表现得非常平静，导致先前的云梦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很疼吧？还好，之前挺疼的，但在吃了糖后就不疼了。给。很贵吧？对我来说不贵。但年幼的我有着自己的坚持，并没有接过巧克力。收下吧，就当你加入我们的见面礼。
看到这一幕，云梦干脆强行将其塞到了我的怀里。谢谢。对了，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天道，天道司命。天道司命吗？这可真是一个好名字。至此，回忆片段结束。系统提示：检测到观众情绪波动，甜食重度依赖症，已加入角色设定。人气值加2000。我看着提示，颇感意外。原本只是嘴馋，但在制作组制作的回忆里，这竟成了某种美强惨的深意。这种误解对我而言，倒不是坏事。天道，你们在努力变强，而我天生就强。只要多吃糖，生活就不苦了。这设定绝了！天道司命，天道挽命。8岁独斩3头变异狼兽的战绩，让我天生强者的形象深入人心，也让剧情中我对陈星的压制变得合理。相比之下，主角陈空的懦弱在对比中显得愈发尴尬。直到画面中出现了关于他星河的暗示，观众敏锐地嗅到了外挂的气息，但这并未改变他们对陈空的嫌弃。不对劲，很不对劲！我就说这种一脸酸相的家伙怎么能当主角？原来是有挂呀！有挂怎么了？就他这种性格，有挂也是个废物。在观众的讨论中，群星前传于燕的第2集内容最终定格在了天道和陈星的打赌，以及云梦教官的出现。我的制霸人气榜计划也取得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开门红。姓名：天道司命，当前人气值12000，当前人气榜排名第1。稳坐第1，让我暂时不必担心被剧情杀。除此之外，只要我能在当季播放结束时位列人气榜第1名，那我不仅能大大提升下一季的播出镜头，收获价值100万人气值的角色推广，还能获得一次专属的角色故事背景修改权限。专属角色故事背景修改权限可自由修改一次角色背景，包括添加部分专属故事以及额外添加最多一个天赋设定等。所谓的背景修改权限，那就是一个额外赠送的外挂，因为我完全可以在获得这个权限后，立马给自己添加一个类似先天战斗天赋满级的 bug 级设定，既大大提升我的潜力，又能进一步巩固我天生强者的人设。不过对于这个背景修改权限要如何使用，我早早就有了想法。毕竟群星世界中最重要的东西，自然就是类似恶魔果实的星元了。要知道于燕为什么要组织最终考核，又为什么要请来那么多的大人物，究其原因，不就是为了想让36个群星之子都能获得一个适合自己的星元吗？毕竟光靠于燕一个组织的力量，他们既拿不出多达36个无比珍贵的星元，更无法让这36个群星之子都获得一个和自己星河高度适配的星元，所以才会有现在最终考核的出现，以及那些大人物的到场。毕竟前者是为了选出群星计划中最优秀的几个群星之子，然后把组织内现有的适合他们的星元给予给他们，从而让资源的利用最大化。后者则以群星计划为柄，让大人物们看到这个计划的价值，并愿意主动加入到这个计划中，给剩余的群星之子们提供适合的星元。而在明白星元在群星世界的重要性后，我自然而然的就决定把未来宝贵的背景修改权限用在我的星元体系构建上，也就是设定一个额外天赋。毕竟我接下来要选择的星元是矢量控制，而我若是想要把矢量控制这个特性系星元的潜力发挥到极致，那我就必须具备一个志气系的顶级天赋超频演算。因为只有当我同时具备志气系、超频演算以及星矢天梦的星能观测，我才能形成一个暂时只存在于我想象中的近乎无解的矢量体系。而眼下的我已经获得了星屑天面，并在通过最终考核后，马上就可以获得我想要的响亮控制。如此一来，我就只差超频演算这最后一块拼图了。一旦拼图完成，我将不再只是天生强者，而是真正的强者。周日第3、4集放送，中央擂台最终考核开启。
巨大的2级星兽大地龙息重步踏入，压迫感透过屏幕让观众窒息。但与之相对的，在我使用星能术式，苍击倒大地龙息时，我的强者的人设已经深入观众的心中，也使得我的人气值飙升。我对自己设计的这一级高光感到满意，但这悠闲日子快到头了。考核结束，大家获得星源，差距会缩小，而且后续衔接的是惨烈的大剧情，余印组织将受重创。我点开人气商城，目光锁定在一个道具上，名称：替死手链，效果可抵挡1次致命伤害，进入假死状态1日后苏醒，价格10万人气值。我目前的欠喘还有100万，但为了接下来的计划，必须冒险。单纯的强和帅是转瞬即逝的烟花，只有具备人格魅力，角色才立得住。我平日里没正形，吃甜食，都是为了拉近观众距离，但真正的人格魅力需要剧情。我要在强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惨字，刀子才是真正的流量密码。你消耗了10万点的人气值，购买了替死手链。想要让瞬间的人气变成永恒的拥护，不付出代价怎么行？我要利用这件道具，在接下来的剧情里体验一次真正的死亡。这很疯狂，但值得。哇哦，今天食堂加餐啊！哎，卡洛琳，你还站在这儿干嘛？天道，你多大的人了还抢饭？卡洛琳，你怎么能说抢？这是你贴心给我打的。再说了，今天你帮我打饭，明天我就能帮你扛子弹。想欺负你，那他们就必须先从我天道的尸体上踏过去。卡罗琳只当我在胡说八道。行了，还需要甜点吗？必须要。看着卡洛琳的背影，我收起了玩世不恭，眼眸闪过愧疚。抱歉，卡洛琳，有些话只能在玩笑中说出。谁让英雄不能哭呢？那这个哭的人只能是你了。这场绚丽的烟火必须由你见证。只要我以后好好道歉，你会原谅我的，对吧？毕竟你总是会包容我的幼稚和任性，不是吗？我看着系统投射的《群星前传余焰》第4集，以上帝视角观察这段由我亲自参与的人生，确实有种奇妙的错位感。天道，你怎么吃个饭还心不在焉的？卡洛琳看不见屏幕，只觉得我是在对着空气发呆。没什么，只是在想一些事情。我随口应付，注意力仍锁死在屏幕上。此时剧情进行到陈星主动选择挑战暴怒后的大地龙息这一环节。躲吧，空，你就想办法躲一辈子吧。你的懦弱与胆怯，迟早有一天会让你失去所有珍视的一切。但你可以躲，我却不行。因为若是连我都躲开了，那弱小的你还能躲到哪里去呢？因此哪怕明知道下一步就是深渊，但我也必须义无反顾地走进去。毕竟谁让我的身前空无一人，所以滚开吧，胆小鬼，别挡道。我看着眼下密密麻麻的弹幕，嘴里的饭菜瞬间就变得不香了。我虽然有想过这段播出去后，陈星的人气会迎来一波爆炸式的增长，可现在看来，我还是太小看这段剧情对观众的杀伤力了。毕竟当人气女角色搭配上高燃台词，这对于3次元的老资者们来说，确实是太过超模了一点。好在我当时也不是和毫无作为，及时的做出了补救。喂，陈星。什么叫你身前空无一人？你这话是不是有点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记住，你只是第2，而我才是群星的顶点。
宿命感的对视在镜头中定格，弹幕瞬间沸腾。由于我的横插一脚，导致这场原本应该只属于陈星的独角戏，最终却演变成了他和我之间的对手戏，甚至还让我在这场高燃戏份中隐约压过了陈星一头，成为了这一小段高光剧情中真正的主角，使我的人气增长幅度还十分明显的超过了他，完全抢走了本该属于陈星的高头。随后陈星小队的考核开始，可陈空却懦弱的在一旁看着。为什么要让这种废柴当主角？史上最废主角预定，退钱！直到陈空的脑海中想起了我曾经对他出的那句指引，记住，当你觉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不妨问问自己，为什么能活到现在。陈空眼神从以前的懦弱变得坚定，控制文的心能涌动。我去，天道这是100%参团啊！虚假的主角陈空，真正的主角天道，建议改名为《群星天道传》。在弹幕的讨论下，还点出了陈空的特殊性。龟龟，别人都只有一个星河，你竟然有2个，难怪你当主角啊！看了4集，眼下这个主角终于有点主角的样子。哦，终于消失了吗？消失？什么消失？那当然是某个最弱者的消失啊！毕竟弱者要想在这个残酷的世界活下去，那他们就必须利用好强者的劣势，不是吗？第1集就在布局，这人真是恐怖啊！建议查查天道是不是穿越者，虚假的主角艰难觉醒，真正的主角优雅看戏。观众反应这么大，是因为我仿佛和陈空这些群星之子不在一个次元上，我是在以一种近乎于上帝视角的方式俯瞰着身边的人，而这种心态和谋略上的强，瞬间就让观众浑身起鸡皮疙瘩。而这种超然的心态，再搭配上我之前的一系列铺垫，瞬间让所有人理所当然地觉得我就是群星前传鱼宴中的最强者。毕竟番剧和现实不同，观众无法推测现实的走向，可他们却能推测番剧的走向，以及隐约地明白制作组想要传达的含义。这也就使得哪怕现在的我不是剧中战力天花板，可他们所有人都坚信日后的我一定会成长为剧中的战力天花板。而只要在观众心中树立起这种观念，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毕竟我打从一开始就没有忘记自己是在一个番剧世界中。卡罗琳，我吃好了，你慢慢吃，我先回去了。哦，好的。陈空接下来的表现已不重要，我已经锚定了这部剧那个唯一的超然位置。毕竟，脑补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不讲道理的东西。我盯着手腕上的铁丝手链，盘算着第1季的收官之战。一个2级星矢和多1星矢知晓他们弱点和特性的我，只要利用好这半年的空窗期，那我还是有很大的把握能和他们同归于尽的。不过为了让这场烟火达到我的预期，我需要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实力。唉，借新还旧，这人气欠款我什么时候才能还清啊？我打开人气商城，翻找着那个能改变格局的道具，只要拿到它，再加上明天的矢量控制，半年后的第1季末尾，我就能为所有人奉献上一场最绚丽且凄美的灿烂烟火。早啊，天道。静琉璃睡眼惺忪地朝最后进门的我挥了挥手。别那么紧张啊，各位，不就是一个星源选择会议吗？放轻松，放轻松。看着陈星手臂上的伤，我忍不住想碎嘴几句。哎，陈星，你这伤还没好吗？看来咱组织的这医疗水平也不行啊，不然怎么会连无疤技术都没掌握？和组织无关，是我故意要求他们把这伤疤留下，因为它可以时时刻刻的警示，让我必须更加努力，才能避免再出现那种绝望的场景。啊？绝望吗？可我怎么感觉那最终考核还挺轻松的呀？不是上去随便打打就结束了吗？
会议室大门开启，博士与云梦走入，众人起身致意，唯独我依然慵懒地瘫在椅子上。好歹装个样子啊你，一点规矩都没有。云姐，我这不是伤还没好，所以不能乱动吗？随你吧，懒得管你。各位，早上好。看来大家应该也明白这些星辰意味着什么。没错，它们就是传说中的星源。95年前，一场特殊的流星雨改变了世界，而那场流星雨便是这些有着其力量的星辰之源。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人们对这种神奇的力量既好奇，又充满了畏惧。而在这么多年的研究下，我们已经差不多弄清了星源的部分原理。星之本源，一颗星球最本源、最核心的宇宙力量。虽然我们不清楚95年的那场流星雨到底因何而产，但我们却知道那场流星雨的出现，彻底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纪元。不过，就像星源开启了一个新纪元一样，我相信你们的出现，也将会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名为群星的时代。好了，各位。除了天道以及还在疗养舱内的陈空外，剩下的人跟随着云梦去领取属于你们的星源吧。天道，你确定你要选择那个星源？要知道，以你的表现，只要你开口，那即便是再稀有的星源，我都有办法能给你弄来，并且根据我们对你自身特性的长期观察，眼下基地内的某个幻想系星源就非常适合你。你确定要放弃那颗星源，选择这颗普普通通的响亮控制？适不适合，别人说了可不算。空想家这个永远只能躲在别人背后的影子，可不符合我天道司命的性格。我天道司命要么不做，要做我就要做最强。所以博士，我看这个矢量控制就很适合我嘛。至于空想者，还是留给陈空吧。陈空从营养舱中醒来，浑身插满软管。医生，陈空醒了。昏迷3天，陈空的身体竟然没有留下暗伤，医疗组感到震惊。半日后，陈空穿着病服挪步到了训练场。你伤这么快就好了？上午刚醒过来。既然上午才醒，那你为什么不在疗养室多睡一会儿？要知道我之前好几次去找医疗组的人申请病假，可这些讨厌的家伙都不仅一直拒绝我，还说我是装病，之后更是威胁我说，要是敢再去骚扰他们，那他们就要把我请病假的事情告诉给云梦教官。害得我后面即便真的生病也不敢去了。所以明明有这么好的摸鱼机会，你为什么不好好珍惜啊？你好奇怪哦。陈空尴尬挠头，不知如何接话。此时的净琉璃双眼微闭，嘴角挂着口水，分明是在梦游。那是琉璃的星源白日之梦，基础效果是能让他可以在清醒的状态下保持深度睡眠。修炼方式就是多睡觉，多做梦。虽然很不想说，可这个星源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他偷懒的能力。因为外人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是在摸鱼还是在修行。陈空条件反射般低下了头，习惯性的卑微。自信点儿，空。现在的你已经不再是那个被所有人看不起的废物了。毕竟当初若不是你，我和岭也没办法伤到那个家伙。陈空沉默着，性格的枷锁并没那么容易挣脱。真心无奈，转向琉璃。琉璃，再给我一颗美梦糖。不要！你昨天欠我的甜点都还没给我呢，现在又想找我要，我才不给呢！就1颗，算是前2天的几颗，我晚点用组织的餐后甜点还你。骗人！你的餐后甜点不是都输给天道了吗？你拿什么还我啊？琉璃姐，用我的餐后甜点吧。1个月！琉璃，你别太过分，我就拿你几颗美梦糖而已。
你竟然要我弟弟1个月的餐后甜点，你觉得这交易公平吗？最多1周，不然我自己想办法把欠你的还上。行吧行吧，1周就1周，但我先说好，你以后可不能再这样抢我的美梦糖。没问题。姐，刚刚那是什么？不会是有人突然朝基地发起攻击了吧？没什么，8成又是天道在研究他的星源而已，正常正常。啊？天道哥的星源很强吗？不然怎么会弄出这么大的动静？空，强的从来就不是星源，而是天道。因为如果不是天道，我实在想不出谁能把那种星源开发到这个地步。走吧，既然你想看，那就让你看看吧。反正天道也不在意是否被人知道他的星源效果，因为他3天前曾说过，只有弱者才会处处担心被人针对，活得小心翼翼。真正的强者就是要有天上地下、唯我无尊的自信，故即便把他的星源能力弄到人尽皆知的地步，他也根本不会在意，因为他天道司命，无惧任何人的挑战。这话还真是符合天道哥的性格。在获得星源后，我与天道的差距反而变得更加令人绝望了。